在我手上的就是很多人敲碗的日系新机 Sharp Aquos R10， 以下我就叫它 R10 比较顺口。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先不说别的，你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 ，Sharp Aquos R10 就是留着浓浓的日系血统，第一眼干干净净，但却有着鲜明的设计风格。从上一代摸到 R9 的时候，都觉得它正面真的方方正正，真的很漂亮，正面完全超越了同级手机的质感，真的美。不过光是漂亮 ，Sharp 绝对没办法连续8年坐上日本 Android 市占第一的位置。我觉得 Sharp 在日系品牌当中一直都是一个很做自己，但又偏向听劝的一间公司。在两相碰撞之下，也就造就了 Aquos 的系统总有一系列你想不到但却很实用好用的小功能。硬体上 ，Sharp 也是国际厂当中比较敢给的，包括用上了7 Plus Gen 3，更靠向旗舰的高阶处理器，而不是选择疲弱的6系列、GS 之类的敷衍效能。Sharp 甚至还用上了 VC 均温版，强化散热，以国际厂来说算是非常特别。搭配上12GB 的 RAM 以及最大512GB 的储存空间，对高用量的朋友来说也是绰绰有余。总之，究竟今年的 Sharp Aquos R10实际表现如何，有什么优缺点？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首先还是先从外观看起，但是外观我不讲废话，只讲重点。今年的 Sharp Aquos R10在整体设计上就是继承了上一代 R9 的设计概念，所以在主要视觉上 ，R10延续了3宅1城的简约美学。透过自由曲线和极简方框，去带出新日本现代主义的概念。老实说，上一代 R9 刚出的时候，第一眼是哇，有点大胆哦。那过了1年，当我今年看到 R10的时候，已经几乎习惯，甚至觉得这个设计蛮利落、耐看的。美好的事物果然是需要时间淬炼。不过眼尖的观众应该第一眼就看到了，你看镜头框这里清晰的雷掉了2个 logo， 一个是 Sharp 的 Aquos， 第二个就是徕卡。没错 ，R10延续了 Sharp 跟徕卡在相机上的联合调教。对了，先前有看到观众提到镜头镀膜的问题，那我们也特别问了原厂，他们回复其实从 R9 后面供应的 P4 还有最大的 R10都已经改良了镀膜工艺。那以实际状况来说，我目前用了几个礼拜下来，仔细看都还是好好的。而在机身配置上 ，Aquos R10所有按键都在机身右侧，并且采用的是实体指纹结合电源按键的设计。实体的好处就是又快又稳，碰一下就能马上解锁。顶部有着非常好用，用手就可以抠出来的免卡针卡槽，总共可以装入1张 SIM 卡，系统内还可以设定1张 eSIM 做到双卡配置。并且 Sharp 居然保留了2025越来越稀有的 microSD 卡槽，最大可以支援2TB。而在用料上 ，Aquos R10采用了雾面处理的平直金属中框，搭配上康宁大猩猩5的亮面玻璃背盖，正面则采用康宁大猩猩 Victus。话说，熟悉 Sharp 的朋友就知道 ，Aquos 最近主打耐用耐操，所以这代 R10也延续了 Sharp 强大耐用的特色。除了全机通过了美国军规测试，像是防水、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结冰、抗震动等等测试之外 ，IP65、IP68 的防尘防水等级全部都没有缺席。震动上采用了线性马达，触感清脆利落。接着我们看到影音娱乐，这次在 Aquos R10上 ，Sharp 再次升级了硬体规格。首先在荧幕上 ，Sharp 采用了一块6.5寸 Full HD Plus ProXO OLED 显示器。那除了硬体支援120Hz 高萤幕更新率外 ，Sharp 的特色就是系统会透过即时补帧的方式，达到1带24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那更实用的地方是，你可以手动调整每个 App 的更新率。如果你是喜欢完全解放流畅表现的朋友，那当然就是全部打开。那如果是省电取向的朋友，也能自己应对调整哪些 App 不用高更新率做到省电。除此之外 ，Sharp 今年也再一次拉了荧幕亮度一把。不过究竟有多亮，在邦尼的频道，我们就直接透过仪器测量最准。经过我们实测，在强光1%显示面积下，上一代的 R9 其实已经很强，可以达到2350尼特。而这代的 R10更猛，直接轻松达到2991，将近3000尼特的表现。那内行的朋友都知道，看峰值还不够，还要看10% HDR 的表现。Aquos R10在10%显示面积下，同样有着超过2840尼特的高亮度，在100%显示面积下，则来到1459尼特。
这块萤幕的亮度表现的确不错，在太阳下使用也完全 OK。那测完亮度，当然少不了来测色域色准。这次 Aquos R10总共提供了4档显示模式可以选择，那我们4档模式都测了，讲重点就好。那今年如果你是在意色准的朋友，可以直接选择自然模式。那因为系统限制，我们只能先测 sRGB， 所以首先在 sRGB 条件下 ，Aquos R10的确会进行色域限缩，达到 97.2% 的 sRGB 色域覆盖。而看到色准的话 ，Aquos R10的表现有点料啊，在自然模式下 ，CCT Delta E 可以达到非常精准的 1.09。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色准很优的意思。重点是在更难的 sRGB 色彩平均Delta E项目中 ，Aquos R10更是可以达到超级准的 1.21。这个数字同样是小于2，就是很准的意思。最大Delta E更是只有 1.96， 等于所有颜色都很准。这块萤幕的表现是很好的，算是近期最准的萤幕之一。除此之外 ，Aquos R10的萤幕显示功能也很丰富，除了显示模式外 ，Sharp 也可以独立调整 HDR 之下的画面表现。甚至有着可以将 SDR 升频到 HDR 的选项，那也跟上主流，有户外亮度模式，打开后亮度表现会更容易手动解放，那也有自动色温调节的功能。甚至我们随手测了一下 Netflix， 发现这块萤幕也可以正常串流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给个好评。从实测上来看，这块萤幕是真的非常顶，方正的外观也是真的超级漂亮。我觉得微微小可惜的就是底部没有4边等宽，但以中阶来说，这块萤幕光是亮度强、色准扯，这2点就已经无憾了。看到我们这一节目，也就是测好测满的份上，请记得订阅帮你。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那这次 Aquos R10还有一个有感的升级 ，Sharp 还用上了新一代的全金属箱体扬声器。音效上除了新增 8-way audio 外，同样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最后 Aquos R10同样拥有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的功能。接着我们来看效能 ，Sharp 这次在处理器上采用了与 R9 相同的台积电4奈米高通 Snapdragon 7 Plus Gen 3处理器。那不要看它是7系列，加上了一个 Plus 的7 Plus Gen 3。实际上是 8S Gen 3的兄弟版晶片，在架构上都是一个 X4 旗舰超大核、4个 A720 大核以及3个 A520 小核。我们稍微跑个 Geekbench 6就知道，这颗跟疲弱的 7S 或是7系列完全不同，它的整体效能非常接近 A Gen 2。不过说回来，这代没换处理器的确稍稍可惜，但另一方面，高通的确也还没推新一代的7 Plus， 所以就理解万岁吧。不过经过我们实测，虽然说 R9 跟 R10都是同一颗处理器，但是 Sharp 在这1年间应该是有不断最佳化的，在等一下的游戏效能和续航测试都可以看到这件事情。那在周围配置上 ，R10搭配上了12GB 的 RAM， 提供了256以及52GB 2种容量可选。比较特别的是 ，Aquos R10居然也上了 VC 均温板帮助散热 ，Sharp 真的算是国际厂当中相对在意中高阶效能和散热的一家。那我们也不废话，直接进入游戏实测环节。我们同样维持26度的室温进行实测。首先是效能测试软体原神，虚弥画质特效全部开到最高。我们先把所有效能榨干，来看跟 R9 是否有所差异。经过我们实测 ，Aquos R10在半小时的游玩后拿下了平均42.8帧。那对比上 R9 的确是有提升的，在同样的条件下 ，R10大约可以比 R9 多获得 7.2% 的平均帧数。正反两面的温度控制在43度上下。那如果是一般游玩追求流畅的话，我会建议你把画质降一档。我们来试试另一款 loading 也很重的崩铁。那我们调整到中画质 ，Aquos R10在半小时的游玩后拿下了平均52帧的顺跑表现。正反两面温度控制在39度上下，整体体验会比全部开高来的舒服。效能看完，我们来看续航表现。Aquos R10搭载了一颗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在全程120Hz 的情况下 ，Aquos R10拿下了16小时15分，非常惊人的好成绩。那主要就是受益于 Sharp 在日常使用下的释放相对保守，然后7 Plus Gen 3不止效能好，能耗表现也不错，所以这次的续航是真的强。那对比上一代其实已经非常好的 Aquos R9，R10也有着1小时的续航提升。不过在充电速度上 ，Aquos R10就相对保守，官方标的是36瓦的有线快充。
在帮你0到100的快充测试中，半小时可以充63%，57分钟可以充90%，最后10%会进入到慢速充电保护电池，完整充满大约耗时1小时33分。而在连接上 ，Aquos R10实测支援6 GHz 频段的 Wi-Fi 7，生物安全辨识上采用的是侧边实体指纹辨识结合电源键，碰一下就能解锁。脸部辨识也有，速度表现也很不错。NFC 除了支援 Google Wallet 感应支付外，我很推荐大家可以点开 Aquos 小帮手这个 App， 里面有一系列实用贴心的 Sharp 功能，比如说 Pay Trigger， 这个蛮好用的。如果你要启动 Google Wallet 的话，你只要在解锁的时候不要放开指纹辨识，你看它就会自动打开 Google Wallet。那其实不只是打开 Google 钱包，你要指定成其他 App， 像 Line Pay 也 OK。另一个我很喜欢的是 Click Now 快速截图手势，打开来之后，想要截图的话，只要按住画面的右上角或是左上角。比如说我想截图这个网页，我按住右上角，然后放开，你看就截图了。我觉得对长辈手指灵活度没办法这么快移动来说，长按放开会比按一堆按钮顺手更多，算很贴心。另外 Sharp 也有专属的游戏控制项目，在智慧充电里面就能找到旁路充电的功能。Sharp 的设定是，当手机充电到90%，然后你在玩游戏的时候，系统就会停止对电池供电，它会直接绕过电池对主机板供电。那这样的设计除了可以延缓电池老化外，也可以降低电池发热，让效能表现来得更好。另外像是青少年模式、给长辈的简易模式，按2下打开相机，桌布的客制化选项很多等等，甚至你敢想 Sharp 有内建自动通话录音，我就说 Sharp 真的是很特别的存在，超级有日系风格，但又很听用户需要什么的一个品牌。那它不只可以通话录音， Sharp 这次还加入一个叫做电话助手的功能。简单来说 ，Aquos R10的 AI 会把录出来的音档帮你进行摘要，让你可以快速掌握整通电话的重点。那不只是电话 AI，Aquos R10也支援了 Google 的主要 AI 功能，比如说 Gemini 可以成功开启 Gemini Live， 你可以打开 Gemini Live 的相机，让 Gemini 看到真实世界，或是可以把手机的画面分享给 Gemini， 跟 AI 一起讨论任何事情。那也有 Circle to Search， 只要长按底部的导览列，就可以进入到魔幻界面，然后把任何东西圈起来 ，AI 就会帮你搜寻相关资讯。比如说你在 IG 上看到一个酷东西，直接圈起来，结果马上就出来。又或是有人传给你一个 QR code， 直接点一下，结果就跳出来。又或是整篇外文报道看不懂，你没关系，直接按这个翻译，全部都翻好了。甚至还可以搜寻音乐，直接按这个音乐的符号，你看结果出来了。还是那句话 ，Circle to Search 真的是最推荐大家可以开始使用的 AI 功能。那除此之外 ，Aquos R10也可以透过 Google 相簿左下角的 AI 先备份好相片之后，就可以用到 Google 相簿的 AI 功能。最后 ，Sharp 官方也宣布了。Aquos R10将会保证支援3代的 Android 大版本更新，以及5年的安全性更新。最后，我们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这次 Aquos R10同样采用徕卡监制的镜头，硬体上采用的是 f1.9 5030万画素 1.55/1寸感光元件，搭配上徕卡 Hector 镜头。另一颗就是 f2.2 5030万超广角镜头，实测这颗超广角具备微距模式，在靠近物体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以中高阶来说也是稀有配置。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Sharp 从旗舰下放了14频谱的光谱感测器到 R10上面，所以在复杂光源下 R10可以获得更准的色彩呈现。就以这组来说，虽然左边的 R9 夜景演算法更加积极，看上去更亮，但以现场实际状况来说 ，R10这组暖黄的人脸才是真的，现场看起来就是长这样。那这会是加入14频谱感应器后最大的改变。除此之外，既然 R10有着徕卡合作，所以 Aquos R10同样可以开启经典的徕卡浮水印，并且有着红色的徕卡可乐标以及 Hector 的字样。值得一提的是 ，Sharp 在相机上的小功能也是非常丰富，像是如果你的手指头不够长，不好按到快门的话，就可以开启很好用的浮动快门。你可以把快门按钮拉出来，放到任何一个你顺手的位置。那或是你可以直接比5自拍，其实也很顺手。
又或是自动 HDR、自动夜景、自动聚集。这个翻译不太直觉，它应该是要说 macro 自动微距的意思。除此之外 ，Aquos R10也支援肉档拍摄、智慧构图，那也可以打开直方图。手动模式下也自动提示过曝和曝光不够等等。那对一般日常来说 ，Sharp 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叫做去除食物和文字的阴影。那比如说你要拍食物，是不是常常会有影子跑进去，很烦？那 Aquos R10就不用担心。你看，按下快门之后 ，AI 就自动把影子消掉，只剩食物。那拍文件、拍书也都会自动消除。AI 会自动帮你把烦人的影子消掉。而在录影上 ，Aquos R10最高支援 4K 30的录影，不过这次新增了 Dolby Vision 的 HDR 录影格式。只要在 Pro Video 之下选择 Dolby 这个选项，左上角就会出现 Dolby Vision 的 icon， 最高可以录制 4K 30的 HDR 影片。比较有趣的是，还有 AI Live Story 以及 AI Live Shutter 两个功能。前者是 AI 会自动在你结束拍摄的时候跳出模板让你选择，选好后 AI 就会生成一段精华小短片，帮你快速剪辑，但只能在 Full HD 之下使用。而后者则是在录影的时候 ，AI 会自动侦测精彩瞬间，然后帮你在录影的同时进行拍照。那这两个功能都是依照需求选择是否开启即可。好，主要的相机功能讲完，这边也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以下帮你也提供大量的样张让大家参考。我们拿出上一代的 R9 以及镜组配置相近的 Pixel 9a 进行对比实测。在人像上比较特别的是 ，Sharp 居然有分一般人像以及专门为宠物最佳化的宠物人像，可以手动调整散景和美肌的强度。那在人像模式下，也是可以启动自动夜景。接着我们来看大量的人像样张。接着来对比一下望远表现。最后，在录音表现上，以下帮你也提供一段小样片让大家参考。
以下帮你也提供组对比供大家参考。好了，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带来最多实测内容。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A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